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致敬张桂梅，泪流满面，藏着她对身世最狠的算计。2006年，赵丽颖刚从一名服务员成为一名销售助理，她每天坐在办公室里，完成固定工作后无所事事，闲来无事，她背着老板偷偷上网，突然一则广告跳到她的眼前。很快，这个刚上班不久的小姑娘就请了一个长长的假，老板搞不明白这小姑娘到底要不要认真工作呀？正犹豫要不要开除她，赵丽颖就回来了，老板，我要辞职了。原来她去干了一件大事，而这件大事不仅拉开了她人生的序幕，更让她一步步走上了无数人无法企及的巅峰。2023年1月10日，赵丽颖成为北京电台特邀的嘉宾。这次，她走上讲台，回顾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桂梅的40年人生后，她无法抑制的痛哭流涕。无数黑粉跳出来质疑她是戏精，随时都想演。很多人不明白她为何会泪流满面。其实当我们细看她的人生，我们会发现她的泪水里藏着自己对身世狠狠的不甘与算计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7年的配角路，她像极了张桂梅不甘命运的学生。2009年1月，赵丽颖参与了《苍穹之卯》的古装电视的录制。这一次，她终于得到了一个戏份稍微重一点的角色，饰演了于少群的妹妹丽儿。最难得的是，这部戏里有大量演技不错的老戏骨，除了于少群外，里面还有与周一围、樱桃等人的多场对手戏。第一次接到这样多戏份的角色，赵丽颖非常珍惜。其中有一场戏，赵丽颖不像之前木头桩子一样，一会儿坐下，一会儿站起来。刚把这个片段演完时，导演竟然破天荒地表扬了她：“你刚刚加的那些表情和动作非常好，情节也处理得不错。”短短的一句话，却几乎改变了赵丽颖的人生。其实，在此之前，赵丽颖已经演艺圈混了3年，在至少10部戏里出演过小配角了，但都是无足轻重，出场次数少，甚至可有可无的角色。当时的赵丽颖脸上的婴儿肥还没有褪去，略短的眉毛更衬得整个人一副丫鬟的模样。不仅外貌不给力，更糟糕的是，赵丽颖压根就没学过表演，她对表演可以说是一窍不通。随便去搜一搜当年赵丽颖参加选秀节目时唱的歌、演的戏，真的是让人尴尬的抠脚趾。而这些年她之所以还能在各个剧组里混到个小角色，也是靠着冯小刚的光环。毕竟当时她拿下了冯小刚组的冠军。赵丽颖的演艺之路很不顺，在纷繁杂乱的娱乐圈里，连18线的小明星都算不上，只能称之为龙套或者是路人甲。赵丽颖的龙套生涯持续了整整7年，每回忆起来都是一片心酸。有一次，赵丽颖要在深山沟里演一场戏，因为参演人员不多，演完后没有一个人给她打招呼。寒冬腊月，她一个人披着一件军大衣，在一块大石头上躺了整整1夜。第2天，连一个关心的人也没有。谁会去关心一个比工作人员都还不如的龙套呢？除了被忽视，令赵丽颖更加难堪的，其实是她不会演戏。因为没名气，导演才没有闲工夫跟你讲什么方法、注意事项，直接当着大家的面让她下不来台的次数数不胜数。有一次，在演一个片段的时候，导演透过录像带不耐烦地说了句：“老把嘴巴撅着干嘛？又不是猪嘴。”如此不留情面的侮辱，让赵丽颖当场红了脸，但她忍着不能哭，因为一哭，说不定这个角色就是别人的了。更有甚者，一位导演甚至直言：“你这种脸型就注定当不了女主。”这句话在此后的多年里
都对赵丽颖有着刻骨铭心的影响。她不甘心别人能做到的，自己凭什么做不到？这些扎心的话对赵丽颖而言是一种折磨，却也激发了她的不甘。她在心里默默发誓，一定要做出点样子，让这些人瞧一瞧，好好打打他们的脸。其实限制赵丽颖的除了演技，还有身世。她出生在农村人家，身上自带农村人的淳朴与局促，很难拥有那种见多识广的松弛，所以演丫鬟的唯唯诺诺还比较贴切。可一旦需要演一个更为激烈的角色，她就很难拿捏这种力度。身世局限了她的眼界，也局限了她的事业，但她不服。直到出演《灵儿一角》时，她第一次因为表演得到了导演的认可，她欣喜万分，脑袋像突然开了光一样，对演戏有了全新的定义。在此之前，她演戏就是照着剧本来，说完剧本里该说的话，做完剧本里该做的动作。可现在她才明白，每个角色都应该有她的性格特点，演绎一个角色就应该把这种特点表演出来，才能深入人心。在7年的龙套生涯中，赵丽颖就这样认真揣摩每个角色，越发能够拿捏人物的塑造。她同张桂梅的学生一样，为了一个目标，她需要10年如一日的沉寂，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悄悄提升自己。虽然一时间没有收获，付出也是成倍的艰辛，但是成功总是需要等待机遇的。在机遇到来之前，他需要做的是积累，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。能力有了，总有一个能被他抓住的机遇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这样的机会终于等来了。一飞冲天，却黑粉遍地。2013年对赵丽颖来说是命运改变的元年。这一年，她终于被于正选中，更让她这个不被看好的圆脸演了第一次大女主陆贞。陆贞传奇爆火，从无到有经历了整整7年磨砺的赵丽颖，演技自然灵动，少了专业刻板的教条，反而越发深入人心。就这样，她一炮而红。可是才红了2天，人还没完全飘起来，她就被狠狠摔在地上，成为被全网唾弃的演员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她实在太老实。大火的赵丽颖要想保持热度，就需要不断参加综艺节目的录制，保持较高的曝光量。但很明显，她的举止直接把自己的刚燃起来的热度干翻在的了。有一次，赵丽颖参加《快乐大本营》节目的录制，当时有一个环节要求李晟喝完1瓶水。为了给李晟减轻负担，赵丽颖先接过大瓶子，咕噜咕噜的就喝起来。她当时是真老实，完全不顾形象，喝得也很狼狈，吓得何炅都赶紧接过瓶子，怕她喝太多。可仅仅因为这个动作，她最后竟然被黑了整整3年。原因是什么呢？观众们觉得她喝水的姿势有问题。当时的赵丽颖是把整个瓶口都放进了嘴里，而接下来李晟还要继续喝这瓶水的。这样的动作在大家看来就非常的不礼貌，没涵养。一时间，赵丽颖喝水冲上热搜，大家扒着细节吃瓜不怕事大，闹到最后竟然扒出了她农村身份，说她农村来的，没有规矩。懂不懂规矩先不说，赵丽颖是完全没摸到娱乐圈的门，倒是真真实实。在一次采访中，她被主持人套话，把自己的过往、农村出身、当过服务员、当过销售助理等等经历吐得干干净净，这也越发让那些瞧不起她的人厌恶。在他们看来，赵丽颖出身农村，浑身上下都透着小家子气，骨子里更是透着一种卑微，就算火了，他们也不服。说白了，就是大家骨子里看不起她的出生，认为这样的人就不应该被大家捧着。赵丽颖怎么也想不到，原来混娱乐圈不仅要会演戏，还要会说话，需要明白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否则
说了不该说的，做了不该做的，好不容易挣来的名声都会被砸得稀烂。那几年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几年，他说什么错什么，做什么错什么，反正妥妥的招黑体质。他需要成长，但是他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，究竟应该把心思花在顺应大众上，还是应该追求更加纯粹的东西，比如演技。他很明智，他选择了后者。农村人的身份让粉丝看清他，因为他的局促和不识大体都表现在脸上。但同时，农村人的身份也给了他坚韧。既然大家看不起自己农村人的身份，何不一战，开拓一番新天地呢？其实人生就是这样，越是艰难的绝境，越能激发人的斗志。同张桂梅手里的学生一样，赵丽颖是因为农村身份被嫌弃，而这些孩子却是因为女子身份别嫌弃。在那样荒凉的大山里，父母天生就认为女孩子读书没用，就该在家里累死累活，就该在适当的年龄生儿育女。这些固有的老旧观念束缚着他们，也改变着他们。他们要想翻身，摆脱这样的生活，只能突围，再突围。很明显，赵丽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。事业勇攀高峰，实力才是对身世最好的洗白。赵丽颖知道，既然自己是演员，就应该做好演员该做的事，提升演技，演好电视。大火后的赵丽颖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，她开始尝试不一样的角色，不一样的性格，甚至还演过《宫锁沉香》里的反派。周冬雨公认的演技好，但是在跟赵丽颖同台飙戏的时候，赵丽颖小圆脸所展现出来的阴狠，以及她拿腔拿调的台词，都吊打周冬雨，让无数人以为周冬雨才是配角。此后，这个被人嘲笑脸型不能演女主角的赵丽颖，先后出演了大火的电视剧《花千骨》，更是打破纪录，成为中国首部播放量突破200亿的电视剧。除了古装，赵丽颖的尝试也越发大胆。现代剧《杉杉来了》把杉杉的傻白甜演得深入人心。演技带来认可，认可带来资源。从前是赵丽颖求着跟大导演合作，如今是大导演求着赵丽颖出演。在《楚乔传》中，赵丽颖初次尝试大规模的武打动作，跟仙侠剧不一样，这种写实的武打对打戏的要求更加严格。细数如今85花的打戏，除了刘亦菲，其他人简直被她虐得稀碎。工作狂，不怕吃苦是所有与她合作过的演员的第一评价。毕竟如今演艺圈里全是小公举们，受点赶去医院就痊愈了的小伤，也能哭哭啼啼。就算有流量，真正的大导演也是不愿意把自己的作品砸在他们的手上的。但是如果说真正改变赵丽颖的电视剧，非《知否》莫属。这是一部讲述庶女明兰一步步走上高位，突破命运限制的大制作，里面人人都是实力杠杠的老戏骨。能在这样的氛围和班底里，赵丽颖的演技得到了升华。她把一个从小守拙到后面敢打敢拼的形象塑造得入木三分。在一群老戏骨中，还能稳稳接戏的，如今恐怕只有赵丽颖能做到吧。就连赵丽颖也说，这部戏她学到了很多。正是从这部剧开始，赵丽颖的演技不仅仅得到了大导演的认可，更得到了观众的一致认可。时至今日，《知否》俨然成为一道下饭菜，逢吃必看。《知否》把赵丽颖送上了一个全新的舞台，但她并没有停止脚步。2022年，她连续2部大剧《幸福到万家》和《风吹半夏》简直杀疯了。一个只要一个说法的和幸福，一个我就要钱的许半夏，都被她演活了。这一步台阶，她显然跨得很大，大到把所有的85花全部甩出了老远老远。如今再谈到赵丽颖，大家心目中她就是妥妥的大女主，她的剧就是收视率的保证。而她走到这一步，也算是对自己身世狠的算计了。
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真正打败绅士，那一定不是钱，而是实力。那些曾经的侮辱，早已被他踩在脚下，成为让他不断晋升的阶梯。正如现在，当人们在谈起他农村人身份的时候，语气里多的却是赞赏。一个农村女孩，没有任何背景，能走到这一步，她靠的是自己的实力。果然，身世就这样被洗白了。2023年，赵丽颖被特邀成为2022年年度3农人物盛典中，看到了关于张桂梅穿越40年时空对话后，泪流满面，声音哽咽地读完那首诗，一时间火遍网络。黑粉们攻击她是戏精，但他们不明白，赵丽颖之所以落泪，是对张桂梅这样一个平凡的女人，却有着改变别人命运的博大胸怀的敬佩。而她也是那千万人中在艰难中跋涉出来的幸运儿，所以她更能感受到张桂梅所做事业的伟大。这种不甘命运、勇于突破的共鸣，哪里是那些只会用最恶毒心思揣摩别人的小人能够理解的呢？最后，把张桂梅每年都带孩子们宣读的那段誓言送给大家，愿大家一往无前，勇敢迎接更好的明天。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，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。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，我站在伟人之间藐视卑微的懦夫。